风和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疯疯癫癫的，成何体统？没看见娇娇的贵客在吗？贵客？我怎么只看到一只满地打洞的土耗子？夏凤娇，你是有多怕我，才会连几根塑料管子都容不下？夏风和，你别在那儿血口喷人，那是路窄，车子滑了一下。你自己没本事种地，怪谁啊？哎呦，老天爷呀！大女儿要杀亲妹妹了，手里拿着家伙事儿要拆家了，大家都快来看看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呀！哎呦，家里2个孩子，却只有1个上学的机会，这东西归我。姐姐，上学的机会我让给你，村主任的儿子我自己嫁。姐姐，好好读书，可别辜负了我让给你的机会啊！我知道。姐姐，读再多的书也不如我嫁得好。你看你在工地上晒得跟黑炭似的，多辛苦啊！什么脏东西，挨人眼。这样的人生本该是属于我的，凭什么你能读大学，带投资商回来，我却要在田里受累，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？他是，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就是村里的亲戚，不懂事，您别介意。陈先生，您先和王主任聊会儿细节，我去河边透透气，很快回来。你占了我的名额，享了本该属于我的福，今天该还给我了。姐，就让姐姐嫁吧。他又来这套，前世他明明选择了结婚，怎么现在反倒求着要上学？等等，我身上的衣服，这不是我高中时穿的衣服吗？可我明明刚被他推下去了，难道我重生了？他也重生了？我真的想上学，求你了，姐姐嫁过去能享福，我不怕苦，我就想读书，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啊！求你成全我。又是这副惺惺作态的样子。前世他明明主动选择了结婚，甘愿嫁去村主任家，这一世想改写自己的命运，争着要上学，果然他也重生了。唉，娇娇真是懂事儿。走，既然你选择读书，爹给你买辆新自行车。又来一次，上一世嫁妆，这一世自行车，他从来只看得到他。你怎么这么糊涂？放着好好的人家不嫁，留给他？那个死丫头，本来就没资格跟你争，你可得盯紧点儿，别让她抢了你的风头，耽误你以后出息。行了，别站在这儿说了，一会儿我带你去买新自行车，以后上学方便，别让你妈操心。哟，夏老汉，给二闺女买这么好的车啊，这得不少钱吧？娇娇要考大学嘞，是咱家的文曲星，买台车方便她往县里赶，这点钱算啥？真舍得。有的人啊，命好，不像某些人只能在家里绣嫁妆，准备伺候婆家喽。姐姐，你看这车多漂亮，以后我每天骑着它在县城的柏油路上跑，而你呢，只能在这个土疙瘩村里守着灶台。你可千万别嫉妒啊！我不嫉妒。娇娇，书本上的东西很深，你既然选了这条路，就得真的读进去才行，别到时候连毕业证都拿不到，那这车可就白买了。你就嘴硬吧，到时候我成了大学生，你只是个生了3个娃的农妇，看你还怎么跟我狂。风和啊，别怪爹狠心，林家硕果累累，林来硕那孩子也是个实诚人。当年要不是我跳进冰窟窿救了他，
这好事儿哪轮得到你？主任说了，只要这亲事结了，往后咱们家在村里谁还敢瞧不起？你这是去享福，懂吗？爹，这亲我嫁，既然是报恩，那这笔债我今天就算替你还清了。风和，别在那儿磨叽了，我先送娇娇去学校报到，县城远，来回耽误功夫。你在家把行李收拾好，等我回来刚好送你出嫁。爹，你去吧，路上慢点。姐姐，今天可是你的好日子，嫁到林家千万要争气，早点给人家生个大胖小子，稳住你那主人媳妇的位置。怎么回事？夏老汉呢？大闺女出嫁，亲爹都不露面。听说送二闺女去县城上学了，这心偏到搁着眼柳里去了。这是把大女卖给林家了吧？风和啊，你爹还没回来，这吉时可不能耽误啊！要不咱直接走？不等了，既然吉时到了，那就走吧。我有手有脚，自己上车。这就是夏家的老大，长得倒是俊俏，就是太瘦了点儿，看着不像能干重活的。风和啊，咱们林家不养闲人，虽然我儿子是主任家的，但他也得下地，你也得跟着出力，明白吗？瞧这嫁妆，就一个破皮箱，夏老汉这是空手套白狼呢，拿了咱们林家这么多彩礼，连床新被子都没舍得给闺女买。妈，您放心，我夏风和嫁进来不是来享福当少奶奶的，只要林家给我一碗饭吃，我就能让林家过得比现在更好。至于嫁妆，那是夏家欠我的，我会亲手拿回来，不劳各位费心。好，有这份心就行。说话竟然这么硬气，喝了这碗汤，以后就是林家的人，谁要是敢背后嚼舌根，老娘第一个不答应。杨素颜前是夏风娇最怕的泼辣婆婆，其实只要你比她更硬性，她就是最稳的靠山。那个，你饿了吧？我给你偷偷留了几个大肉包子，还在怀里揣着呢，热乎。林来硕，人家都说新婚之夜要先盖头喝交杯酒，你进来第一件事就是给我送包子。我看你一天都没怎么吃东西，那盖头媒婆说你刚才自己就摘了，我寻思着你是个爽快人，咱家没那么多讲究。你来，林来硕，虽然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正经说话，但我得告诉你，我不是那种安分待在家里洗衣服做饭的女人。我想搞大棚，想带大家挣钱，你支持我吗？你会搞大棚？那是县里专家才懂的技术啊！你要是真能成，别说支持，我这条命都能给你使唤。小何，夏风和，你给老子出来！小何，你这就结婚了，爹心里苦啊，舍不得你啊。小何，你别怪你爸，他为了来看你，骑了整整3个小时摩托车，骨头架子都快颠散了。骑3个小时车，那是因为你们先送夏凤娇去县城上学，再绕路回来的吧？咱们两家隔着3条胡同，走着都能到，装什么深情？夏叔，别难过，小何离家近，以后能常回去看你。那不行，成了人家的媳妇儿就得以婆家为重，常回家不好，传出去名声不好。我们今天来啊，也就是想再叮嘱小何2句。爸，看您说的，我嫁了人也是您的闺女啊，咱们以后还是一家人，我就是多了一对大妈疼我。是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那既然是一家人，那彩礼钱你啥时候还给我带回来过日子啊？你说啥？彩礼不在你自己手里捏着？那彩礼不是你留给娇娇读书用的吗？你这孩子当着亲家的面说这干啥？老公，你也太不懂事儿了，快喊爸喊妈！今天的改口费，爸肯定早就准备好了，就等着你开口呢。夏老汉这回不出血，怕是走不了了。拿了大女儿的彩礼供二女儿，还要占亲家便宜，真不地道。来说，给改口费。爸，路上慢点儿，明天记得把彩礼钱送过来啊，我都等着急了。小何，你起这么早？第一天当媳妇儿哪能偷懒？快洗手吃饭。前世的夏凤娇刚嫁进林家时，被他们捧着哄着，可后来她连着生了3个女儿，林家态度就变了。小何，别忙活了，
赶紧坐下吃，在家里没那么多讲究。妈还没回来，我等妈一起。来硕，你不饿吗？你先吃。我陪你一起等妈回来。上辈子夏凤娇说的果然没错，她这人又憨又犟。这都几点了，还没吃？公公是村主任，但在林家说了算的却是婆婆。上辈子听说她泼辣犀利，这辈子要想安稳，这关必须得过。你在夏家也每天干这么多活，习惯了，妈，这点活不费劲，热粥吃着胃里舒服。手脚倒是很麻利，看来娶你是娶对了，不像你那个妹妹，听说在县城读书，回家连扫帚倒了都不知道扶一下。今儿一早我回了趟你娘家，那夏老汉想私吞彩礼，做他的春秋大梦，我让他知道林家的钱没那么好拿。8万块，这就是我大棚蔬菜的第一笔启动资金。哎，谁让你拿了？这是8万，一共10万彩礼，我给你爸妈留了2万当买断。毕竟他们养你一场，这2万算结清了，以后他们没理由再来吸你的血。这5000给你当零花钱，剩下的我先给你存着。你们年轻不懂事儿，花钱没个算计，我得给你们把关。谢谢妈妈，妈想得长远，这钱您存着，我放心。你叫我什么？妈，您为我跑这一趟，受委屈去讨钱，我心里明白，您就是我亲妈。以后家里的活你少干，传出去说我欺负新媳妇儿。风和，你可真厉害，我妈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被人说的没花钱。5000块能干什么？只能搭个简易棚，一旦冬天下雪就全完了。看我干嘛？我脸上有金子，有屁就放。干嘛？我攒的，我爸平时给我发的工资，还有我以前帮人拉货存下的。给我这么多钱，你不怕我卷钱跑了？你是我媳妇儿，你要干大事儿，我得支持。还没给够？不是，今天结婚第一天，我想带你去城里逛逛。你嫁过来还没买过新衣服。有话不说，全靠我猜。行，去城里，我也正想去买点东西。凤和，这些书咱能看得懂吗？一本还要10几块钱。看不懂也得看，种地不能只靠蛮力，得靠这个。你要是心疼钱，回去我教你认字。夏凤娇，她这会儿不是应该在学校补习准备高考吗？抢着要读书，说自己是文曲星下凡，这下倒是会读书了。娇娇，这种书有什么好看的？不如咱们去录像厅看点精彩的。讨厌，人家这叫追求文学素养。哎呀，你看那个在那儿翻土哥的书的人，长得好像我那个乡下姐姐啊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新出炉的邻家大少奶奶吗？大棚蔬菜的科学追肥。姐姐，你买这书干什么？难不成你还想在土里刨出金子来？哦，我差点忘了，邻家还等着你生几个小猪崽呢。努力干活吧，我的好姐姐。夏凤娇，现在是上午10点，你不在学校上早自习，在这儿研究纯情丫头，这就是你抢走我读书名额的目的。你懂什么啊？我这是在陪我男朋友赵博，他可是子，以后我要上什么大学，还不就是赵哥一句话的事儿。赵博，果然是他。上辈子他追求我不成就气急败坏，他哪里是什么贵人，不过是个玩弄女孩的烂种罢了。夏凤妖，你以为你捡到了宝，其实你是在刀尖上跳舞。这乡下的姑娘长得倒挺水灵。凤凰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乡下姐姐？赵哥，你可别被他这副皮相骗了，他就是个乡巴佬，为了点彩礼钱就急吼吼嫁给村主人家那个傻大个的便宜货。挺漂亮啊，这么纯的村妞我还没玩过。怎么样，跟着那个土包子有什么出息？跟着哥哥我带你吃香的喝辣的。我见过不少畜生，但像你这么急着展示自己品种的，还是头一个。你说什么？你有种再说一遍！
你什么货色，敢这么说我男朋友？我打死你这不知好歹的东西！打人就不对了，当着我的面动我媳妇儿，你当我林来做是死人？妹妹，别再惹我，记住这句话，事在人为。赵哥，你看他。行了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走。赵哥，你看他。行了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走。风和，咱是不是闯祸了？怕什么？他们能拿我们怎么样？走，带你买衣服去。风和，谢谢你啊，给我买这么贵的衣服，这得干多少活才能赚回来啊？不客气，花的是你的钱，你是咱家的壮劳力，穿体面点，以后咱要干大事。风和，休息一下吧，别累着了。我不累。来硕，你带我去趟你家后山头那块地看看吧。来硕，这菜这么好，咱们明天先去城里卖菜试试水。哟，这水灵劲儿，现在这季节可少见。多少钱一斤？2块5一斤。您看这色泽，进酒店的品盘，绝对上档次。成，这一车我全要了。明儿还有没？有，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嘿，坐，好。风和，这真能赚这么多钱啊！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儿。夏凤娇，你等着看吧。我命由我不由天。来硕，你整天往这地里跑，真不觉得累？不累。风和，我跟你说，这地是有灵性的，你对他好1分，他就还你10分。我这人嘴背，在厂里待不住，可一踏进这泥里，我心里就踏实。本以为他只是想逃避进厂，却没想到他是真的懂地，也是真的爱这片地。这样纯粹的匠心，才是最难得的本事。其实，风和，有时候你高兴不高兴我也清楚，但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表达出来。我只会种地。你懂种字就好。来硕，咱俩可以合伙干大买卖了。我观察过了，咱们村的土质非常特殊，我决定了，就在这块地里搞大棚种植，一半种有机蔬菜，专供县里的高档饭店，另一半种草莓，到时候搞采摘园。成，只要你发话，我这把子力气全听你的。这根往东挪半尺，别歪，先把架子立稳。行。风和妹子，你看这位置成不成？风和，你只管说往哪儿放，我扛得住。别硬撑，放到那边木桩旁，先歇一口气。你这孩子真是不把自己当人使，快来吃饭。妈，等把这块拉完，我就吃饭。行了，别逞能，我帮你拉，你赶紧把结打牢。哎呦，桑塔纳，谁家这么有排场啊？哎呦，大家伙儿快来看看啊！我们家娇娇放假回来了，可是有人亲自送回来的。娇娇回来了，还是坐小轿车回来的。有运气，这是真想亲戚。哟，这不是我那本事滔天的大姐吗？怎么搞成这副德行？夏风和，你就算再能折腾，也就是个种地的命。看好了，这才是县城里有钱人的生活，你这辈子都摸不着边儿。谁家女儿能坐上轿车啊？我家娇娇就是命好，天生的少奶奶。夏风和，我的命肯定比你好。上辈子你是运气好，这辈子你倒腾这些破烂玩意儿，也休想出这小山村。我的命好不好，不是你说了算的。有本事就靠自己的双手活出个样来，别整天坐着别人的车，做着不属于你的梦。赵哥，你看他那个嚣张样子，他那些破塑料棚子看着就晦气，挡着路了。挺先进啊，这玩意儿我在电视上看过，听说赚不少。什么？赚钱？那赵哥你得帮他开拓开拓。
风和，咱们的东西全毁了。夏凤娇，既然你这么怕我过得好，那我就让你彻底看看什么叫一无所有。娇娇啊，在县城上学辛苦了，多歇歇。你现在可是凤凰，以后全家都指望你呢。我们娇娇以后可是城里人，哪像有些人一辈子就在泥里刨食。风和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疯疯癫癫的，成何体统？没看见娇娇的贵客在吗？贵客？我怎么只看到一只满地打洞的土耗子？夏凤娇，你是有多怕我，才会连几根塑料管子都容不下？夏风和，你别在那儿血口喷人，那是路窄，车子滑了一下。你自己没本事种地，怪谁啊？哎呦，老天爷呀！大女儿要杀亲妹妹了，手里拿着家伙事儿要拆家了，大家都快来看看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呀！臭娘们儿，嘴巴放干净点，再敢胡说八道，信不信老子让你这辈子都下不了地？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妹妹呢？她那是上学太辛苦，精神恍惚了一下。你是当姐的，心胸怎么这么狭隘？既然你们都不讲理，那我就用这把铁锹跟你们好好算算这笔账。你动一下试试，老子背后可是有人脉的，弄死你跟踩死只蚂蚁没区别。我男朋友可是有人脉的，夏风和，你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有你好看的。这可惹不起啊！风和，有人脉。我看他是县里的混混头子还差不多。凤言，杀人了！救命啊！亲爱的，快打死他！你敢动我邻居的儿媳妇？有人脉？我呸！老娘在县城混的时候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人物呢！敢砸我家的棚，我今天就砸了你的天灵盖！你个老疯婆子，你敢打人！哎呀，杀人了！打的就是你这个丧良心的玩意儿，自己过得不如意，就来毁我林家的根基。我告诉你，夏凤娇，今天老娘不把你这层皮揭下来，我就不姓杨。对，赶紧打电话让他们见识见识你的厉害！你们等死吧！有人脉。我倒是不知道城里什么时候有这么一号人物了。不用你们打电话，我已经亲自打电话请他过来了。叔叔，这儿，快救我！林家人杀人了！你看看我，脸上身上都是你，他们要把你儿媳妇打死了！你没事吧？接到电话我就赶紧过来了。夏凤娇，你还没看清局势吗？说，你是谁？谁指使你在这儿破坏生产的？别误会，我都是受人指使，我不是自愿的。都是这个女人，是夏凤娇说这家人好欺负，让我来吓唬吓唬他们。她还说只要我把大棚搞坏，她就给我钱。你个窝囊废！你居然敢卖我！你说过会保护我的！凤娇，我的儿啊！你们干什么抓我女儿？妈，救我！别妨碍公务！这位领导，都是亲戚，误会，真的是误会。风和，你快说句话呀！那是你亲妹妹，在法律面前没有亲戚。工作时间，我不谈私人感情。杨素阳，你在林家待了10几年，你居然瞒得这么深，你凭什么保他？让您见笑了，这大鹏可是我们的希望，得重罚，依法处理。妈，谢谢你。起来，走，回家。咱林家的儿媳妇儿，谁也别想动。到我们家去坐坐。好，正好也了解一下后续情况。真是，林家这回不得了了！嘘，别吵，听听谈啥大生意。领导请喝茶，这是自家产的野果，
虽然卖相一般，但味道清甜，您尝尝消消暑。不错，你就是夏风荷。是，我是林家的儿媳妇。我听你婆婆说，你准备搞大规模的大棚种植，还要做草莓采摘园。对，我们村土壤肥沃，水源干净，离县城不到2小时车程。好像有点道理啊。现在城里人追求健康生活，周末想带着孩子亲手摘果子。我打算分3步走，第1步是反季节蔬菜，保证全年收入；第2步是特色水果，打造品牌；第3步是农家乐配套，形成产业链。你的思路很超前，现在县里正缺这种带头致富的典型。那可不是小事。你那个大棚被砸的损失统计出来了吗？已经统计好了，虽然幼苗损毁了3/4，但根基还在。我打算明天就开始补种。很好，农业局那边有一批创业补贴，针对返乡人才和现代农业。你申请的那个项目，由于技术指标和规划方案做得非常专业，已经破例通过了。还是破例通过？真的吗？太好了！我就说我儿媳妇是有大本事的，这孩子整天在地里捣鼓，回家来还抢着干活，你看他瘦的，还真是能干。这媳妇挑得好啊！好好支持你媳妇儿，她是个有格局的人，有什么困难直接让你妈联系我。我也差不多该走了。那我送送你。妈，这是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妈是真的为你高兴。这里一共是10万块钱。妈，这钱我不能要，这是您和爸的养老钱。叫你拿着就拿着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妈，你不是说那钱早就修房用了吗？你个傻小子，老娘不这么说，你媳妇儿能安心在咱家待着？当初那是怕她跟她那个后妈一心，现在我看清楚了，风和是咱林家的福星。妈，这钱我一定翻倍赚回来孝敬您。谁要你赚回来？你瘦成那干柴样，回家还得抢着干地里的活，我看你都心疼。你那个大棚被那畜生砸了，没钱补种怎么行？拿着这钱去买最好的苗，招最能干的工，干出个名堂给那个夏风娇看看。风和，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在田埂边干活总能捡到奶糖吗？妈，原来那些奶糖是您给的。那时候我总在想，谁家大人这么狠心，让这么点大的娃在地里拼命？我在田垄对面看着，心都揪成了团。我就只能给你几颗糖，那是我想着能给你唯一的甜头。我一直以为那是老天爷可怜我，我的老天爷爷一直都在我身边。风和，别哭了。明天开始，咱娘俩一起干，你出技术，我出这把老骨头。我就不信，咱们正正经经流汗的人，还能让那些歪门邪道给欺负了去。妈，我不哭了，明天我就去县里买苗，再找施工队重新搭棚。但在这之前，我还要干件更重要的事。夏风荷，你个黑了心肝的东西！那可是你亲妹妹，你非要看她坐牢你才舒坦吗？你个白眼狼！你就是嫉妒你妹妹命好，妒她读了大学，要享清福，你非要毁了她。保持肃静，原告请针对指控陈述事实。妹妹，爸，原来你还记得，我也是你亲生的。那为什么当年妹妹开学，全家人欢天喜地去送行，我成亲却是一个人？那是因为你是老大，当姐姐的吃点苦怎么了？你的命都是我给你的，我现在让你撤诉，听见没？姓夏的，这里是法庭，不是你撒野的猪圈。我儿媳妇受的委屈，今天咱们得一笔一笔清算。法官，事实已经很清楚，被告夏凤娇教唆他人恶意破坏我价值3万元的蔬菜布棚，造成严重经济损失，我不接受调解，请依法严办。好闺女，受委屈了，咱不跟那家人一般见识。判决书拿到了吗？拿到了，夏凤娇和那个男的要共同赔偿我15000元。风和，只要你没事就好，
钱的事儿咱们再挣。对，咱们老林家的人不能让人平白欺负了去。走，回家，妈给你炖了大猪蹄子。这一回不再是独自前行，身边有他们相伴。风和，你看，我在大棚旁边搭了个小屋，以后晚上我就住这儿，看谁还敢来搞破坏。来硕，这太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守着这些菜，就像守着咱们的家。风和，你尽管往前跑，后面有我守着呢。来硕，看看那边的。哎呦，风和，你这青菜是怎么种的？这才几天啊，长得比我巴掌还大，叶子还嫩得出水。这是咱们特意选的2种，加上大棚控温控水，长得肯定比外面快。风和，这2天已经有好几个镇上的小贩来问价了，咱卖吗？不，普通的菜市场价格太低，消耗不了我们的产量。我要把这些菜送进城里最好的地方。这味道清甜回甘，一点渣都没有。夏小姐，你这菜有多少，我们要多少。经理，我的菜主打的是纯天然无公害，每天新鲜直达。我们要签1年的供货合同，价格要比市场价高3成。成交。我就喜欢跟夏老板这样干脆的人合作。风和，这全是这2周卖菜挣的，得有3、4千了吧？妈，这一份是给您和爸的分红，没有你们帮我守大棚，我也没精力跑县城。行，你是要干大事的，妈先帮你存着。剩下的我打算再去租几亩地，把规模做大。明天我去城里最有名的赢家酒楼，要是和他们达成合作，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稳定的现金流收入。爸妈，今天你们随便点。赵公子在这家酒楼可是贵宾，一个电话就能订最好的包间。还是娇娇出息啊！这酒楼一看就是贵人住的地方，不像那个白眼狼，成天跟泥巴打交道。那是自然，我肚子里的可是赵家的种，我将来可是要当阔太太的。哎，那不是夏风和吗？哎呦，这不是我那个还在土里刨活的姐姐吗？怎么，大棚被毁了，来城里当服务员洗盘子了？风和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别在这丢我们夏家的脸。尹老板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赵公子的对象，上次见过面的。哎呀，夏老板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您可是贵客呀！关于那批有机草莓和极品蔬菜的合约，我可是等了您1整天了。尹老板客气了，刚才听有些人说我不配进您的门，正打算走呢。谁？赵公子的朋友？哼，什么赵公子、李公子的？既然是对夏老板不敬的人，我们赢家酒楼不欢迎。夏风和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装什么清高？我现在可是赵氏公司的少奶奶，你在这跟我牛气什么？你不过是个种地的婆娘，即便进了这酒楼，骨子里也是个下等人。这辈子你是追不上我的，我这一胎必是儿子，以后就是赵氏的唯一继承人。你呢？你只能一辈子待在那个破村子里刨食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哦，那祝你如愿。比完了吗？比完我要去签合同了。我要让赵公子封杀了你的菜，我要让你跪着求我！夏老板，刚才那位真是你妹妹，你这定力，尹某佩服。比起无关痛痒的挑衅，我更在乎这份合约。尹老板，除了蔬菜，我还想在您这儿借个位置，帮我的草莓采摘款打个广告。没问题，只要是你的货，我这儿全力配合。你是因为节食减肥导致的晕倒，而且你根本就没怀孕，已经通知家属了。刚才赵家那位公子回电话了，就一句话，
说你拿怀孕骗他，让你别再烦他了。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来说，合同签了，我和尹老板签订了长期合约。太好了，我们的努力没白费。来说，现在城里人都爱呼吸新鲜空气，咱们不光要种地，还要把这儿变成民宿和农家乐。风和，放心去闯，身后有我呢。你说这夏风和怎么就这么神？几间破房子刷刷墙，城里人就排着队送钱。咱们也照着弄了，可那帮城里人非说咱们被褥不干净，饭菜不可口，气死人了。都杵这干啥呢？没看见夏老板在谈生意啊？别在那闲磕牙，想要财路的就正经来请教。风和啊，歇会儿。村里那帮老娘们现在都管你叫夏老板了，他们心里急，估计这2天就得登门求你收编。妈，这就是我要的效果。他们不急，我没法立规矩。风和，我看你整天跑来跑去的太累，咱得买辆车了。不光要买车，还得把全村的妇女都带起来。妈，家里琐事多亏了您，没您在后头镇着，我哪能这么顺手？那当然，你在前头挣钱，后头我看谁敢扎刺儿。各位婶子大娘，丑话说在前头，想跟着我干就得签合同，各家定价统一，不许私自抢客。谁家要是卫生不达标或者缺斤短两，直接开除。妈，帮我把合同发一下。咱们不光是种地，咱们是经营，以后咱们也是拿工资有分成的职场女性了。从那以后，村口聊闲话的人也少了，都忙着收拾自己的屋子赚钱呢。这片土地不再只是男人占领高处，那些劳动价值被忽视了一辈子的妇女们，也终于在日复一日的辛苦里，慢慢长出了属于自己的主导权。闺女，你看你这孩子都瘦成啥样了，可心疼死妈了。有事说事，这儿没外人，不用演这出。和，你妈这是惦记你，听说你最近买卖做得大，咱们一家人心都悬着呢，怕你累坏了。你看，这是妈天不亮就起来给你做的玉米馍子，你以前在家里最爱吃这个了，一次能吃3个，记不记得？难为你们还记得。不过现在这种东西我已经吃不下了。和，这可是你妈的心意，你怎么能这么糟蹋东西？发达了就看不起祖宗了？糟蹋？你们以前给我吃这个的时候，不是说这是最好的东西吗？怎么不自己留着吃？哟，我说这院子里怎么突然一股子酸腐味呢？原来是你们这2尊大佛请自来了啊！和啊，你可是爹的亲骨肉啊！你身上流着我的血，这点你到死也赖不掉。亲骨肉，怀胎10月拼了命生我的是我妈，你除了给我带来一身债和无尽的白眼，还给过我什么？别给我整那些没用的。你现在是大老板了，你看看爹，爹老了，干不动了。我没儿子没后啊，你是我大闺女，你得给我养老。大家伙都过来评评理！闺女如今赚了大钱，我们当长辈的上门，连口热饭都捞不着，好心带的馍叶还被拿去喂狗，这心里实在太委屈了。养老，既然你总说没儿子没后人，按你当初的说法，我一个女儿既不算子嗣，又哪有义务给你养老？当初为了生儿子，你把我户口迁去姥姥家，还说我不算夏家的人。如今看我又日子好过了，又想起我是你的骨肉，想来依附索取了。去！不管你是谁，赶紧从我家滚出去！真是邪门了，大清早招来这2样脏东，坏了我家的风水。夏风和，你等着，我们去大门外坐着，让全村人都看看你这狼心狗肺的样。你不养我，
我去法院告你。闹吧，闹得越大越好。妈，别管他们，我出去办点事。他们既然喜欢闹，就让他们在那儿晒晒太阳。风和怎么往我们家去了？到底是自家孩子，吓唬2句就软了。娇娇，快出来！你姐姐带贵人来接咱过好日子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那是我的车，那应该是我的命。陈经理、林总，这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地块。虽然房子旧了点儿，但位置绝佳。夏小姐好眼光，这片区域作为旅游村的入口，非常有潜力。和啊，这2位老板是来给咱送钱的吧？快，屋里坐。虽然简陋点，但都是一家人。介绍一下，这2位是我的合伙人。我们今天是来谈这块地的收购事宜，不是来走亲戚的。夏风和，你凭什么是老板？你一个嫁给种地汉的村姑，你凭什么坐这种车？你到底偷了谁的命？夏凤娇，命不是用来偷的，是用来走的。你选了最容易的那条路，却忘了捷径的尽头往往是悬崖。捷径？我上的是大学，我是天之娇女，你算什么？你只是个捡我剩下烂摊子的破鞋。你以为那是烂摊子，却不知道那是我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的生路。而你以为的通天大道，不过是别人随手撒下的诱饵。我拼命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你现在又凭什么说它不值？不可能！你骗我！你一定是骗我的！你一定是骗我的！这辈子明明是我先选的，是我选了读书，是我选了逃开那个家。夏凤娇，你一直觉得命不好是因为选错了路，可你忘了，上一世我在雪天骑着破车往学校赶，手上生满冻疮还在背单词的时候，这一世你在学校干什么？你挽着男人坐上豪华跑车，奶茶店里你依偎在男人怀里，谈着昂贵的化妆品。所以夏凤娇，你告诉我，这也叫选了读书？不是这样的，我是为了……你以为姻缘和子嗣能拴住一世富贵，你却不知寄人篱下依附旁人，终究这辈子都掌控不了自己。我们看似换了人生，从一开始就已经背道而驰。夏凤娇，我告诉你，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从天而降的命好，无论重来多少次，你还是那个只想走捷径依附他人的夏凤娇，你永远都不会成功。夏小姐，合同已经拟好了，这间老屋正好位于规划图的迎客门位置，必须拆除。您看这拆迁补偿，拆迁费？有拆迁费？给我！给我！快给我！我是他妈！有啊，当然有。不过这笔钱刚好用来赔偿你女儿之前指使人损坏我大棚的损失。他们当初那样亏待你，偏心夏凤娇，如今居然还好意思把你告上法院，咱别理他们。我早就料到他们会来这一出，躲是躲不掉的，不如走正规程序，把所有旧事都掰扯清楚，也好彻底断了他们日后没完没了上门纠缠的念想。小何啊，我好歹是你的亲生父亲，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你现在出息了，日子过好了，就翻脸不认爹，连一口养老饭都不肯给我，你良心能安吗？法官大人，您可要给我们做主啊！我辛辛苦苦进门拉扯他长大，掏心掏肺带他，他倒好，飞黄腾达就忘了本儿，简直是狼心狗肺，忘恩负义。再怎么说也是亲生父女，真闹到法庭上，多难看啊！难看的是他们俩，当年怎么苛待风和，怎么偏心夏凤娇，全村谁不清楚？当年家里为了再生儿子，我刚出生，父亲就主动把我的户口迁去姥姥家，
我自幼在姥姥家长大，童年几乎没在这个家里生活过。这是村民郑言，邻里郑慈。偶尔回村暂住时，家里所有重活累活都压在我身上。后妈进门后，把所有偏爱全给了夏凤娇。我常年住最破的柴房，干最累的农活。父亲忠诚偏袒纵容，我出嫁的彩礼钱也被他私自挪用，想要拿去给夏凤娇买新车，供她读书开销。从小到大，他从来没有真正尽过一天抚养我的责任，只有无尽偏心和漠视。依照法律规定，子女对丧失劳动能力、生活困难的父母负有法定赡养义务，但父母自幼未尽抚养教育义务的，法院可酌情减免子女赡养责任。现判决如下：夏风和按照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，每月向2元报支付最低限度抚养费，按月按时转账至指定账户。除固定抚养费外，无需承担2人大额医疗、休闲享乐等额外开销。这点钱够干什么？根本不够我们过日子，这不公平！我不服判决。他那么有钱，随便拿点都够我们享福，就给这点打发要饭的！我要上诉，我绝不接受！本案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判决即刻生效，案件已定，不得再无端纠缠闹事。真是没天理，亲生女儿就给这点养老钱。就是，白养她这么多年，判成这样，真是便宜她了。不行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回村里找他去。他不给够，我们就在村里闹，看他还要不要脸。你们俩还敢回村里来闹事儿？法院判决书白纸黑字，明明白白，该给的抚养费和1分没少。你们还想贪心不足上门纠缠？亲家呀，话不能这么说，那点生活费根本不够我们老两口过日子。风和如今家业做得那么大，多帮衬亲生父母一点儿，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大家伙都来评评理啊！亲生闺女发了大财，就狠心把我们老两口丢在一边，每月只给一点点钱过日子，连点多余补贴都不肯出，这也太不近人情了！别在这装可怜卖惨了！当年你们怎么苛待大闺女，偏心夏凤娇，咱们全村人都看在眼里，现在还好意思哭穷要钱？法院都已经判得明明白白了，按标准给你们抚养费，一点都不亏你们，拿着钱安分过日子就好，别再贪心不足，回村撒泼丢人，再骚扰风和，咱们直接报警，让警察来评理。别说了，别再丢人现眼了。就这么走了，咱们也太吃亏了。再闹下去，到时候半点便宜都捞不到。明明他们对你那么绝情，你还要按月给他们打钱，真委屈你了。我只是尽法律规定的最低义务而已，法理尽到了，人情早就断了，往后各过各的。我不再对这对偏心凉薄的亲人抱有半分念想。一声轰鸣过后，承载着夏风和痛苦童年的小土屋彻底倒塌了。真是白跑一趟，搞了半天就拿了这么点钱，都怪你，当初狠心把亲生闺女往外推，眼里就只有儿子。现在人家飞黄腾达，咱们半点沾不上光。你还好意思说我？这些年你偏心夏凤娇，把风hà当外人搓磨，难道就没错？现在倒怪起我来了？不是你天天撺掇，我能这么绝？夏凤娇，快点跟上来！妈，你看到了吗？这片土地变了，我也变了。这辈子我会替你长命百岁。今年民宿又爆满了，农家乐一天翻3桌，我做梦都没想到咱村能这么旺。这还用投谁？谁带咱挣的钱，大家心里没数啊？就是没风和，哪有咱们今天这光景？咱们村能有今天，全靠风和带头。这村主任非夏老板莫属。对，我们都投风和，有他领着，咱们日子只会越过越旺。别人我们不信，就信夏老板的本事。谢谢大家伙这么信任我，这份心意我记在心里了。但村主任这个位置，我不能当。风和啊，这么好的位置，你怎么还推辞？除了你，没人能镇得住场子。对呀，带咱们挣钱这事儿，谁还能比你行？就是啊，我往后还有自己的学业和外地的事业要忙，没法全身心守在村里。我给大家推荐2位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年轻
有文化，有闯劲儿，比我更适合做这个位置，带领村子继续发展。那俩孩子我知道，办事挺踏实，人也肯干，脑子葫芦。行，既然封豪都这么说了，我们信。就按你提议的投。你看，天天早起跑步，城里人都说这样是专门备孕养身子的，难怪不肯当村主任，原来是打算回家生孩子，也是赚够钱了就该安心顾家了。你们一天天闲的没事儿干，人家年轻人跑个步就被你们编排乱七八糟的闲话。我们就是随口说说，又没别的意思。咋的？看我家日子过得红火，就眼红编排闲话？先把自己日子过好了再说。和啊，真决定了？你这一走，大家心里空落落的。妈，我想去更大的世界看看，而且我已经把所有事情交接好了，你就放心吧，妈。行，有志气。下次回来，妈把签证办好，你带我老太太也去洋地方见识见识。好啦，妈，我又不是不回来了，咱不哭了哈。来硕也不知道来送送我，难道他不想见我？航班即将停止登机。风和，等等我！林来硕，你不是说不来送我吗？谁说我来送行的？我是来随行的。书上说了，每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都得有一个像我这样贤惠的男人。我也报了名，去那边学农业机械化。你看，咱们生活了这么久的村子，一下子就变得这么小了。人生总要往前走，去见更大的世界。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往后的路我都陪着你。梦下草长，弦歌不错，风和尽起，未来可期。